싫어 불러봐도 넌 아직 즐거워 이젠 남은 설탕도 없는데 이제 와서 널 남겨두고 떠나갈 순 없어。 Hello， 大家好，我是苗苗，欢迎回来。大家看我今天身上有一个白菜，就是因为今天视频的内容跟白菜有关。这些视频是关于厨房好物的，都是我这些年来搜集的奇奇怪怪的小工具。我相信很多都是大家之前没有见过的，但是如果大家看了之后的内容，肯定会觉得相见恨晚。我也觉得这是我全部视频里最接地气，也是大家最需要的、最实用的一支视频了。首先呢，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冰箱除味剂，这是我在日本超市闲逛的意外收获。大家看了之前的 vlog 应该知道，就是之前这个房子在出租嘛，搬回来的时候冰箱已经一塌糊涂了，最后一个抽屉底下还有那种冻成冻的猪脚汤。这个之后放在冰箱里几天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有效了，它的功效期是1年。日本的东西很细致，上面还有一个地方让你填空，填上日期，然后明年快到的时候就把它换掉。下面呢是一个不锈钢的，然后去除手部异味的香皂，它不是一个真的香皂，它不能起到清洁的作用，但是呢它可以非常有效的去掉我们手上切菜之后残留的鱼腥味啊、猪油味啊、羊肉味、大蒜味啊。我一般就是挤一点洗手液在手上，然后跟洗手液一起，然后搓这个香皂，我觉得去味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下面呢是一个菜板儿，我今天介绍的都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我试过很多很多的菜板，然后之前一直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这个是愿意让我为它驻足停留的一个菜板。首先呢，这个菜板是两面的，一面切肉一面切菜，我就不挑洗两个菜板了。它的板面是倾斜的，可以让你切菜上面的水或者汁液流到一边，同时呢边缘的材质有点像橡胶，着地的这一面就可以起到防滑的作用。而且呢这个菜板一面是光滑的，另一面是有柱状的凸起的，它是可以帮忙固定食物的。比如说一些比较难切的肉，被这个钉钉固定住之后，操作起来的安全性也高了很多。而且这个菜板是可以放进洗碗机里的，平时普通用的木质菜板既不能放洗碗机里，自重又重，而且很容易生霉，所以我觉得这个菜板的细节和功能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周到了。下面呢是一个切土豆的工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成都，就是成都大家想象都在卖的洋芋花花，这个工具是用来做它的。它其实是可以做出3种不同方式的土豆美食的。第一呢是如果大家就是把它切成薄片，它是这种波浪形的薯片。那第二呢是如果大家切厚一点的切片，然后同时垂直刚刚的波浪切成土豆条的话，它就会变成狼牙棒的形状。最后就是如果大家横切一刀竖切一刀，它就可以形成一个薯格，然后拿空气炸锅一炸，再淋上一点葱姜蒜酱油醋，真的是百吃不厌。下面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就是削土豆皮的刮皮器。我用了很多很多个，用到最后还是觉得这个陶瓷的刮皮器是最好用的，因为陶瓷本身具备高密度、高硬度这样的特性，同时它又可以做得很薄，所以它做小皮器或者做陶瓷刀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快，刷几下就把那个皮儿给削干净了，还有的时候有点没削够的意思。下面一个呢是蒸锅夹，其实这名是我乱起的哈，我想大家更多的是见过那种传统的，就是2个手臂的蒸锅夹。这个蒸锅夹它优越于传统的那种2个手臂的蒸锅夹，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不需要夹起来的这个碗或者盘子有一个沿儿让这个手臂去施力，同时呢蒸菜的碟子和这个蒸帘的直径差不多大小的时候呢，这个蒸锅夹也可以从缝隙进去，然后把它夹起来。所以这2点呢是传统的那种2个手臂的蒸锅夹没办法做到的。而且这个夹子即使夹盛满了菜的盘子也特别的牢固，不会存在那种就是夹不住盘子然后盘子摔了的这种问题。再下面呢是一个小的用电器，是一个搅拌机，就是肉馅类的菜做丸子、酿青椒或者像芽菜碎米鸡这样本来需要2把菜刀一起剁很久的这种菜，用了它之后就方便很多。额外的我还会用它来打爆锅的葱姜蒜末，然后我一次会打大量的蒜末，跟那种制冰块的小盒子冻在一起，每天晚上煮饭的时候取出来一块直接爆锅，免去了每顿饭都要拍葱姜蒜这个工序。同理的，如果大家有什么高汤的话，也可以这样冻成一块一块的，然后煮面的时候取出来一块就可以了。下面呢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油壶，这个壶是我从淘宝买的，真的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油壶。首先呢是它这个开关设计非常的精妙，它可以自动开合，它倒油的这个瓶嘴的设计也特别的合理，流速适中。
中，很容易控制。而收手的时候特别的干净利落，油不会沿着壶嘴流到外壁，而且它本身是这种大瓶口 ，refill 也非常方便。在下面呢是一个非常重工的厨房用的剪子，这个剪子它虽然做成剪子形，但是它的两侧是可以拆卸的，两侧的结构又不同，它可以用来刮鱼鳞啊，解剖动物的尸体啊，尖的这一边可以用来剔骨，尾巴可以用来开瓶，另一侧可以用来开罐头，然后中间的部位可以用来砸核桃。这个剪子的功能基本上覆盖了我厨房所有的小工具，所以有了这个之后，其他的类似开瓶器的东西就都收起来了。然后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剪子大家不能用洗碗机洗。我买的第一次我就直接把它放在洗碗机里洗了，它就生锈了。但是网站上写它是 lifetime warranty， 所以我把它换了一个新的。但是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既然说到开瓶了，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开瓶的小窍门，就是用一个买菜的橡皮筋绑到瓶盖上。像我们女生平时打开的东西，如果你用一个橡皮筋的话，由于它的摩擦非常的大，女孩子都可以轻松打开这种密封的罐头。在下面呢是一个硅胶的保鲜袋儿，其实它相比塑料的保鲜袋，首先是可以反复利用，所以更环保；其次是它是可以严格密封，甚至做到真空的，而且它的质地比较厚，所以它完全不会漏水。如果需要提前腌制的肉，我会切好了之后放到里边，然后加好酱汁，可以摇一摇，让肉更均匀的吸收酱汁。同时呢，大家把空气从袋子里捏出去的话，它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接近真空的。所以像疫情期间这样处理食物，就可以延长食物的寿命。而且呢，像硅胶的这个材质，它是可以直接用在微波炉里，或者直接放在开水里煮的。用完之后，它是可以放进洗碗机里，所以拿出来又是干干净净，可以重新使用的一个袋子了。Stasher 其实是一个挺网红的产品，所以网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然后很猎奇的使用它的方法，大家也可以自己搜一搜视频看一看。但在下面呢是漏斗，其实漏斗大家都知道，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设计，但是我觉得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工具，因为其实你没有它也能活，但是你有了漏斗之后，发现用它的时候真的非常方便。我自己的这个是一个硅胶的小蘑菇，它平常的时候是个蘑菇的样子，然后它做漏斗的时候就是把蘑菇翻过来，然后 refill 一个洗手液呀、洗碗精啊、洗发水啊，打个酱油、倒个豆浆都是很有用的。它论实用性的话，我会更推荐大家就是 IKEA 那个一刀可以买2个大小一套的那个漏斗，作为漏斗本身的性能是更好的。最下面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也是开水果的工具，就是可以迅速切菠萝的工具。它的用法呢，就是先把菠萝的尖削掉，然后就把这个刀片一圈一圈的旋进去，到底之后拉出来，这个菠萝就变成了一个去了芯儿的只有肉的，并且是切好片的中空的柱体。剩下的这个菠萝可可大家也不要扔，还可以拿来做菠萝饭。有人会觉得会不会浪费掉太多的菠萝，其实我觉得也并没有。再下面呢是一个开椰子的工具，在去年的生活好物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了，这是一个2件套的工具，把这个圆的工具放在椰子上，然后用这个锤子大力的锤几下，就可以把这个椰子凿出一个缺口来。这也是我见过的最方便的开椰子的工具了。本来椰汁也是比较低热量的很健康的饮品，而且含有很多钾钠镁这样的电解质，所以它的功能基本相当于是运动后的功能性饮料。如果大家去做了运动又不想喝那种人工合成高热量的饮料，也可以用椰子汁来代替。再下面呢也是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的一个电锅盖的小工具，它是一个特别2次元的小发发设计，煮面或者煮粥的时候可以防止扑锅，而且蒸汽特别大的时候，它的这个小花瓣会像风车一样不停地转，所以我最近早起煮粥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治愈。最近在家嘛，我想大家都在喝咖啡和茶，所以再给大家推荐几个泡茶和咖啡的工具。那我就先从泡茶的工具开始说。首先是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是 IKEA 的泡茶的2件套，它是有一个架在杯子上的茶漏，还有一个配套的底座。泡过一次的茶叶可以先拿出来放在底座上，喝完之后再加热水，再拿回来继续泡。而且因为它的茶漏是架在杯子上的，所以对任何高度和开口大小的杯子都适配。它唯一的问题是它没有茶勺，我每次要单独拿一个勺子来挖茶叶，所以就引出了下面的这个工具，它是可以直接当做勺子的泡茶器。它这个勺子的大小刚好是我每次1杯茶的量，而且我觉得它造型很好看，像一个别针。它唯一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底座，所以如果大家的茶叶只泡1次的话，用它就完全没有问题。最后呢是一个简
简易的咖啡工具。可能疫情期间大家在家喝咖啡的情况肯定是变多了，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咖啡机。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简易的工具，就是蒂尔咖啡袋，就是一个篮子形状的过滤纸，它的2个耳朵可以搭在杯壁上，装满咖啡之后直接用热水冲泡就行了，甚至我觉得比胶囊机还要方便，并且很节约空间也节约钱嘛，不用额外的买咖啡机了。再下面呢是我每天都在用的喝咖啡的一个小勺子，它功能性上就是一个普通的勺子，但是它的勺柄做成了一个小恐龙的样子。最近疫情期间嘛，我觉得大家都挺压抑的，每天喝咖啡的时候看一个小恐龙在自己杯子里游泳，还是挺治愈的一件事儿。再下面呢是一个木头夹子，如果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同学对这个夹子肯定有印象，因为我经常拿它来别包。实际上它的出厂设置是一个实物的收纳夹，它作为夹子最大的优点就是好看，它是一个实木一体成型的夹子，所以放在像咖啡呀、茶呀这样的包装上面会显得特别的文艺。另外的时候我会把它挂在包包上当一个装饰，我觉得挂在帆布包上尤其好看。这个也是我在淘宝上35人民币买了5个，相当于是1刀1个买，做到这样的品质和款式，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可苛求的了。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想问问大家是不是喜欢这类的就是生活好物的视频，因为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会在之后的视频再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内容，比如说厨房的锅具啊、小电器啊，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以前点播过的像厨房的收纳好物。反正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条视频，欢迎大家以点赞和留言的方式告诉我，也特别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们自己爱用的厨房的小工具、小电器。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